我自己使用 Stream Deck 已经长达2年了，但至今仍然难以精确定义它的实质是什么。有人认为它是红键盘，有人说它是启动器，还有人说它是迷你导播台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，但似乎没有完全捕捉到它的全貌。为了更好的让萌新理解和使用 Stream Deck 加，我决定制作一个系列影片，共3期，与大家分享我的探索过程。每一期的影片都将展示丰富的使用场景和实现方式，旨在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。我目前使用的是 Stream Deck 加，除了传统的按键功能外，它与前几代产品最大的不同在于 Stream Deck 加具备了多合一操作界面，新增了4个无极旋钮和触控条。不要小看这2个改进，它们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在各工作流中的操作效率。外观上 ，Stream Deck 加提供了黑色和白色2种选择，而且可以替换面板和旋钮，增加了个性化的可能性。在使用 Stream Deck 之前，请访问官网下载 Stream Deck 软件，并按照指南完成安装。如果已经安装了软件，请确保将其更新到最新版，以保证软件界面与我在演示中展示的一致。软件界面主要分为2个区域，中间最大的区域是功能区，与实物的 Stream Deck 加硬件布局一一对应。菜单页位于右侧，内置一些常用功能，你可以点击管理操作来进行隐藏以精简界面。在功能区的右上角有4个图标，分别是通知、市场、偏好设置以及账号管理。在市场中，用户可以下载各种资源，包括插件、音频、视频、图形、屏保等等。稍后的影片中，我将具体演示如何使用这些资源。在进行这些操作之前，请先注册一个 Elgato 账号，点击右上角的 Sign In，然后在底部选择 Create One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谷歌等账号进行快速登录。我知道这些步骤可能有点啰嗦，但这是为了照顾从零开始的小伙伴。很多主播平时会使用 Ctrl+Alt+A 来进行截图，有了 Stream Deck 后，你可以将这3个按键合成一个可视化按钮，使其更加便捷。操作方法如下：从右侧拖动热键到你想要的按钮上，标题随意。鼠标点击热键后，按下你的截图快捷键，也就是 Ctrl+A。此时Stream Deck 的按钮就变成了专用的 QQ 截图按键。有些观众可能不怎么使用 QQ，没问题，我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把 Stream Deck 与系统快捷键关联。在 Windows 11下，Windows 加 Shift 加 S 可以进行自由截图。同样，从右侧拖动热键到你想要的按钮上，标题随意。鼠标点击热键后，按下你的截图快捷键。这时你就有了2个专用的截图按钮。以上是 Stream Deck 中最基础的使用展示。通过热键，你可以将任意常用软件的快捷键分配给 Stream Deck 的按钮，以便在需要时快速执行。每个按键都是独立的 LCD 屏幕，除了可以设置功能图标外，还可以动态反馈收到的信息。这时 Stream Deck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我们不需要记忆快捷键的组合，看到图标的时候，凭直觉按下去就行。右键点击图标可以进行自定义，如果内置的图标不够用，点击获取更多图标包，可以从市场免费获取。市场的使用很简单，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即可。除了按钮的图标，触控条的背景也是可以更改的。添加完一系列高频的热键后，只剩下2个空闲按键了，这8个按键好像不够用。别担心，在空白的按键上右键选择创建文件夹后，我们又扩展出了一层全新的按键。你也可以创建多个文件夹，将相似的功能归类到文件夹中。此外，也可以在页码这里点击加号，创建新的页面。上述2种方式结合后，相当于拥有了无限个按键。现在我们进入正题，分享一下 Stream Deck 在我工作流中的具体应用，涵盖了开播前、直播中和准备结束直播这3个大的场景。每次开播前，我都会进行环境验证，如打开 OBS， 点击录制，对着麦克风说话，然后检查录像的声音画面是否正常。通过 Stream Deck 的多项操作功能，我可以一键完成这一系列操作。多项操作的意思是，按下这个按钮后，Stream Deck 会依次从上往下执行你预先设置好的所有操作。我开播前环境验证的操作如下：打开 OBS， 在任意按键上创建 Stream Deck 的多项操作，把系统下的打开功能拖动到多项操作中，打开的应用设置为 OBS， 激活 OBS 的录制。右侧菜单页在 OBS Studio 下选择录制，录制时长为30秒，所以这里添加一个30秒的延迟。
意思是30秒后执行下一个操作。停止 OBS 的录制，右侧菜单页在 OBS Studio 下选择录制，属性修改为停止录制，打开 OBS 的录像文件夹，把系统下的打开功能属性改为打开 OBS 的录像文件夹，播放录像。我播放录像的快捷键是按下空格键，所以这里我把系统下的热键添加过来，并且热键属性是空格键。影片检查没问题后，再次按下空格关闭播放。到了这里，一个实用的开播验证就完成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执行效果。显示自动录制也打开了，它会录制大概几秒钟的这个时间，然后呢，它就会自动停止了。大家应用到自己的环境时，需要做2个事情。第一步，把自己日常重复的操作一步一步拆解出来，并依次添加到多项操作中。第二步，由于硬件的不同，建议是每个步骤后适当加入延时。开播环境验证没问题后，请接着进入正式直播阶段。这个阶段中，我串接了第2个多项操作来示范我的双手。开始直播后，OBS 的场景自动切换到准备开播，并激活录制。紧接着打开音乐播放器，播放 BGM。再打开弹幕，并自动放置到屏幕左侧。预热5分钟后 ，OBS 的场景自动切换到正式直播。多项操作的过程我就不重复演示了，和开播前的环境验证差不多。第3个操作是我要关闭直播，进入影片剪辑时的流程。第一步 ，OBS 的场景自动切换到结束直播这个场景。第二步，静音 OBS 的麦克风。第3步，倒计时5分钟后停止录像，结束直播。紧接着打开剪辑软件，并进行录像剪辑。以上是我自己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工作流，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。当我们关闭直播软件后，要开始剪辑影片了。此时 Stream Deck 的按键还是刚才直播用的布局，看起来有点闲置。有没有办法在切换工作流时，让按键布局也跟着变化呢？这时就要用到智能配置文件这个功能了。在功能区的左上角点击编辑配置文件，新建配置文件，在应用程序这里选择自己的剪辑软件。那么当我启动剪辑软件时 ，Stream Deck 的按键布局就变成了剪辑时专用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为 Photoshop 新建一套配置文件。当打开 Photoshop 后 ，Stream Deck 的配置文件又自动切换到 Photoshop 专用的布局。这就是 Stream Deck 的智能配置文件功能，真的超级好用。当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工作流都串接完成后，一定要进行一次全部备份，这样万一重装系统，也可以很便捷的恢复我们的设置。除了备份，我自己也会把插件的自动更新给打开，一些不需要的插件也可以在这里卸载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展示了 Stream Deck 最基础的使用方法，其中多项操作以及智能文件配置，请大家一定要尝试。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在下一期内容中，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Stream Deck 家独特的旋钮和触控板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分享如何巧妙地将 Stream Deck 与 Elgato 家族产品进行紧密联动。更令人期待的是，我将推荐一系列强大的第3方插件，这些实用的插件能够为你体验增色不少，敬请期待。